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讲量子隧穿。假如有一天你突然会使用穿墙术了，那么第一件事是想做什么呢？老布掐指一算呢，就知道这将是银行金库的噩梦。在现实生活中，穿墙就是一个幻想，更多的出现在科幻片和仙侠片当中。可在那个微观的世界里，在原子、电子的尺度下，这其实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而就在今年，202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3位真正让穿墙走向现实的科学家。他们证明了穿墙这件事儿并非魔法，它是一种自然的可能。他们的名字是约翰·克拉克、米歇尔·德沃勒、约翰·马丁尼斯。他们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们让一个人类肉眼可见能放在手掌上的电路在实验室里表演了一场宏观的电子隧穿。要理解他们做了什么，咱们得先回到一个基础的问题，那就是量子隧穿到底是什么？你把一个小球放在一个碗里，要让它跳出碗沿，必须给它足够的能量，比如推它一把，如果力不够，它就会在碗底来回滚动。可在量子世界里，事情完全不同。粒子并不会老老实实地待在碗底，它有一点点概率可以穿过碗壁，不需要跳，也不需要撞，就像幽灵一样，从一侧滑到另一侧。在经典物理中，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量子力学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因为在微观尺度下，粒子不再是确定的点，它是一种波，一种分布，一种存在的可能。波是可以渗透的。当波函数穿过墙壁，哪怕只留下极微弱的一部分，也足以让粒子出现在另一边。这就是量子隧穿。听起来有点抽象，对吧？其实呢，我们每天都在跟这种情况擦肩而过。比如说放射性元素的阿尔法衰变，原子核中的粒子本来被束缚得死死的，可有时它会突然跑出来，不是因为它挣脱了，而是因为它穿了出去。再比如我们用的闪存，那些储存信息的芯片，电子通过极薄的绝缘层在2个层面间跳跃，这也是量子隧穿。甚至扫描隧道显微镜，那种能看见原子的神奇仪器，也是利用电子的隧穿电流去描绘表面的每一个凹凸。可以说，没有量子隧穿，我们的现在电子科技就会倒退几十年。但过去这种现象只存在于看不见的世界，原子太小，电子太快，我们无法直接看到它穿过去的瞬间。科学家们一直有一个梦想，能不能让这种奇迹出现在宏观世界，让我们看见一个由上亿个粒子组成的整体，也能像一个电子那样穿过一堵墙。198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间实验室，3位科学家决定挑战这个不可能。他们的第一件工具叫超导体，那是一种在极低温下表现出奇特性质的材质。当温度低到几乎接近绝对0度时，超导体中的电子不再各自为政，他们会手拉手组成库珀队，像舞蹈中的双人组合，步调完全一致。这些成千上万的电子情侣们一起流动，一起摆动，没有摩擦，没有阻力，所以电流在里面流动时，就像雪地里滑行的冰刀，没有一点阻碍。第二件工具叫约瑟夫森结，想象2块超导体中间隔着一层极薄的绝缘层，薄到只有几个原子的厚度。这层墙既阻止了直接导电，又让两边的电子还能彼此感应，这就是量子隧穿的完美舞台。像这种结构里，电子的相位，也就是它的能量波，能穿透那层薄薄的绝缘层，于是2个超导体之间虽然物理上隔开，但量子上连着。这微妙的连接就叫约瑟夫森效应。他们把这套装置放进一个庞大的制冷系统中，冷却到只比绝对0度高几千分之1度。任何一点点热振动，哪怕是一颗原子的摆动，都会让实验功亏一篑。于是他们用金属屏蔽层、真空层、多重隔音舱，让整个装置像漂浮在宇宙静寂之中。实验开始，
他们先在超导电路中加入一点微弱的电流，整个系统进入一个能量陷阱。按经典物理的规律，它应该被困在里面。可几秒钟后，一个奇迹的信号闪现，在测量仪表上，一个新的电压峰突然冒出来。这说明整个宏观系统，一个包含数十亿电子的整体，居然穿过了那道试雷。它没有跳，没有推，没有撞，它就那样从一边到另一边。这就是人类第一次观测到宏观量子隧穿。不过，科学的故事从来不止步于奇迹。接下来的问题是，你怎么能确定这个信号不是测量误差，不是噪音，不是设备偶然的抖动呢？于是，他们又设计了第二轮实验。他们对电路发射特定频率的微波，就像拿一把无形的音叉去敲击这个电路。如果它真是一个量子系统，它吸收能量的方式一定是离散的，只在特定的频率上共鸣，而不是连续的范围都反应。果然，实验数据美得惊人。电路吸引能量的方式像阶梯一样，一级一级，不多不少，那是量子能级的标志。宏观物理表现出了原子才能有的特征，他们成功地制造了一个宏观电子系统。一个能放在手里的电路，居然拥有了电子的性格。这个结果在1988年发表。他在论文里写下那句被无数物理学家引用的名言：我们证明，一个大到可以弄脏手指的电路，也能表现出纯粹的量子行为。这不仅是技术上的成功，更是人类思想的突破。如果薛定谔的猫曾经只是一个思想实验，那么伯克利的这3位科学家让那只猫真的出现了。他们造出了一个宏观世界中的量子生物，它可以处在2种能量状态之间，可以被外界操纵、读取甚至干预。这就是后来的超导量子比特。传统计算机的比特是死板的，它只能是0或者1，可量子比特不一样，它能同时是0和1，直到被观测时才坍缩为其中之一。这种能力让计算的效率呈指数级飞跃，在复杂问题、加密算法、分子模拟中，它的潜力几乎无法想象。而谷歌的量子处理器 Sycamore 正是约翰·马丁内斯带领团队完成的成果。量子隧穿的意义远不止计算，它还出现在恒星的心脏、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靠的就是氢氦之间的量子隧穿。如果没有隧穿，恒星需要更高的温度才能点燃反应，宇宙可能会是一片黑暗。它也出现在地球深处的放射性衰变，在显微镜里描绘原子的边缘，在半导体器件中穿越试垒，甚至在生命的呼吸反应里也有微妙的量子隧穿现象。你可以说，整个宇宙的能量流动都在某种意义上靠穿墙维持着，而这一切都从那一次实验开始。从3位科学家让宏观世界量子化的那一刻起，人类真正站在了一个新的门槛上。他们用低温与静默造出了一扇通往微观的门，用精确与耐心让一个宏观电路拥有了原子的灵魂。回头看看今年的3项诺贝尔奖，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个主题：边缘。大阪大学的坂口智文教授让免疫系统学会了克制，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画出一道理性的防线。京都大学的北川进教授用分子架起框架，让气体、粒子、水分子有序地进入微孔，在分子层面创造出通道。而伯克利的3位物理学家让墙不再是墙。科学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它不只照见世界，也照见人类自己。我们想超越的不只是物理层面的墙，还有认知的墙。当你明白能量、概率、波与粒子的统一，你会发现穿越并不神秘，它只是一个更深的理解。墙从来不是障碍，它只是界限。而每一次诺贝尔奖都在告诉我们，界限并不是终点，而是通向更远未来的门。这就是202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它不仅在庆祝一个实验的成功，更在提醒我们，人类对世界的探索远未结束。在那片微小的粒子世界里，或许还有更多的墙等待我们去穿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这里是 FM 1989，我是老布，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